Hello，大家好，我是怡元，相信各位应该都看到匹配结果了，没错，960匹配成功了。在这一次的匹配结果，出炉只有2个先锋王国在这张地图里面，除了960之外，另外一个就是3060。那3060是我有预期到的，因为我在之前有去做过检查，有哪个王国是有报名 KVK 的。在这个列表中，除了1188不是先锋王国之外，这里其他的王国都是先锋。那你们可以看到，除了960，另外一个可以报名的先锋就是1093。那么其实3060我看到他们是有跳出报名界面的，但是因为现在要超过25等级以上的账号才可以看他们的 KVK 报名结果，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不确定3060有没有报名 KVK， 不过我有预想到可能他们会报名。至于1093，因为我有一个账号25等级的在1093，所以我是看到1093没有报名啦，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想着说另外一个有可能会跟我们在同一个地图的就是1188。至于剩下的先锋王国全部都没有跳出报名界面，也就是他们的 KVK 才刚结束不久而已。那这个地图的数据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事先声明，这个数据是根据 Flash 的网站那边所收集到的数据，并不是由全部王国所提供的数据，因为在他们的王国里面可能有虚战力，所以战力的部分大家不能作为参考。不过击杀方面应该是蛮接近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击杀那边。那老实说，960的击杀等于全部王国的击杀，甚至还有多出来。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一场 KVK 真的只有2个选择，要么就是1个打10个。也就是说火阵营打全部王国，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种田 KVK， 并且这场 KVK 960不能跟任何一方合作，这个是我的看法啦，但实际上他们最后外交结果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以我的游戏经验还有想法来说，如果960跟任何一方合作的话，另外2个阵营应该是不会跟他们打架了，所以也就意味着这一场 KVK 会变成种田 KVK， 而且如果960他们跟任何一方合作的话，击杀都会提升，就会变成这一场 KVK 完全不公平啊！虽然说这个匹配结果也是不太公平啦，为什么960的击杀这么高都可以匹配成功？那我看到3060是先锋王国，原本想着说他们的击杀可能会比较高，没有想到他们的击杀其实不算特别高。反而在其他阵营里面击杀最高的就是1842、3265还有3278。那其实这里有几个王国我是认识的，因为在之前 KVK 3我们去打88的时候就有互相认识过。不过比较搞笑的就是你们可以看到3278也在这边。3278什么来头呢？其实这个王国也没有说非常厉害还是怎样啦，但是不吃糖在里面。他原本想着说，哦哟，我要逃离960的魔掌，不要在960打 KVK 了，因为在960打 KVK 实在是太累了。没有想到跑到3278还是要打960。虽然这一次的身份不太一样了啊，原本是帮960打 KVK， 现在变成要打960，或者是被960打。那其实匹配结果还没有出炉之前呢，我是已经知道他的王国是有报名这一次的 KVK 了，而且是同一个地图。我就问他，假设说你遇到960的话怎么办呢？他讲就打呗。那好吧，既然他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们就在战场上见吧。这个列表是我把全部王国的战力击杀加起来变成一个总数，那你们可以看到，如果是以战力作为比较的话，其实差距是特别远的。但是如果你们只是光看击杀的话，960一个王国的击杀等于全部阵营，也就是全部王国的击杀，甚至是比他们还要更多的。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地图了。那960如果出去的话，肯定是会走下面或者是右手边。那其实不管是遇到水阵营还是土阵营呢，960都可以把他们给解决掉，毕竟这个实力相差是蛮悬殊的。所以我认为960是可以拿下这2边的，然后进入第6区域没有战斗，在温泉的时候估计对方应该也是打不过，也就等于说有发生战斗的地方就只有关卡器或者是在皇庭的时候才会有战斗。但是在关卡器的时候我也不确定对方会不会出来打架。除非2边加攻了同时间打960，因为960的人数其实还算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水阵营跟土阵营可以选择2边的关卡器同时进攻，给960施加压力。如果他们2边都不打的话，这样真的只能等到皇庭。当我们进入皇庭的时候也算是最后的战斗了吧，如果他们再不出来打的话，就变成960可以轻松拿到奖励，拿到星星。也就等于说960可能只有2个门口，除非他们在关卡器的时候突破了土阵营或者是水阵营，
才会有更多的门口。不过我们保守算是2个门口而已。假设960在黄庭只有2个门口的话，其实对方还是可以打的，就变成说在一开始960的领土可能只有1/4而已，其他阵营就可以慢慢的跟960玩消耗，就看谁的加速资源还有消耗更多。我是认为这几个阵营如果他们合作一起攻打960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因为领土是真的影响蛮大的。不过960的特点就是可以持续到很久，我是担心其他阵营可能他们没有办法长时间战斗，就变成说这一场 KVK 可能只有2天就结束了。但我这个推测也只是对方他们愿意打架的情况下才会出来的结果。假设对方不打的话 OK， 我刚刚所讲的东西全部都是废话。当然我相信有些玩家可能会说这个地图有可能是 free for all 呢，我是跟你们讲啦，如果 free for all 的话，其实跟不打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觉得如果其他王国他们选择不打这一场 KVK 呢，其实影响可能不会这么大，但是对于960来说，如果一场 KVK 不打呢，就间接性等于说死定了。因为在960的玩家就是想要打 KVK， 有可能他们直接移民走去另外一个王国什么之类的。那最后要说一下这一场 KVK 对960来说是不是 easy KVK， 我可以很保证的跟各位说，这个肯定是 easy KVK。毕竟在刚刚的数据你们也看到了，全部王国的击杀数据加起来都不如一个960的击杀数据，而且在早期完全是没有战斗的情况下，960的玩家可以再继续得种田什么之类的。而且在之前的 KVK， 也就是碰到1093、2489的那一场 KVK， 其实战斗的时间不是特别长。那老实说，我自己的资源还是有蛮多的，所以严格来讲我不缺资源啦。只是如果其他阵营他们等到黄庭在战斗的时候，至少他们的水晶科技是有提升了之后再跟960战斗，至少差距不会这么大。所以老实说，我觉得这一场 KVK 960的胜算其实是比较大一点的。不过老实说，我们还是不能看小某些王国，因为这些王国加起来总共有10个，你不知道他们在黄庭的表现会怎么样，有可能把960往死里打。那现在玩家除了军器还有水晶科技上面的差距之外，其实装备的差距不会说太远了。基本上玩家都会有5套或者是7套的金色装备，只要他们能够维持好几天都是一样多的人数，还有这么多活跃玩家去打960的话，还是有机会胜利的。但是我觉得比较困难了，因为大多数王国其实都没有这么活跃了，而且我这边的数据呢也是根据前300名的玩家，实际上这些王国没有这么多活跃玩家。不管怎样还是要等外交结果啦，因为这个地图真的只有2个选择而已，就看其他阵营他们肯不肯打但是我觉得他们不肯打的几率可能大一点也就等于说960要准备种田了。 OK， 就是这样子吧。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你们觉得这个地图怎么样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